嘟嘟，今天我们来做菜板。好呀，这个好吃。这河婆菜板是邻居老奶奶的最爱，她给舅舅口述食谱与做法，希望舅舅可以给她做一些解馋。那就马上开始吧。好的，首先备好这硬豆干2片，切成丁，再倒入热油中，高火过一过油。豆干初下油锅时，水分高，油泡会比较大，这时候最好不要搅动。待油泡渐渐变少后，豆干变轻后会自行浮上油面，这时候再用货铲背面像视频中这样轻轻推动就好，这样豆干就能保持颗粒完整，也不要油炸太过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。离火，再将油沥出，原货不需清洗，在碗里敲入2个鸡蛋，打散，倒入热货内，用双筷子将鸡蛋拌一拌开。最后再将鸡蛋稍微炒一炒，炒至鸡蛋溢出蛋香味。先离火盛起，搁置一旁备用。原货倒入一点食用油，200克五花肉切成细条状，再倒入热货内，中火煸一煸香。一直煸至花肉溢出油分，将煸香后的花肉推至一旁。30克虾米预先用清水泡软，再稍稍剁细。倒入热货内，利用五花肉溢出的油分爆香。250克中国白蒜，切细后倒入一起拌炒。1小匙盐，再1小匙胡椒粉。奶奶特别声明，这是她喜欢的传统口味，吃的是食材的原汁原味，千万别给她添加其他的调味料了。舅舅只好照办。我个人觉得加一点蚝油、一点糖、鸡精粉之类的会比较好吃，但或许这就不是传统口味了。在不粘锅内倒入640毫升清水，炉开高火，将水煮开，加入1小匙盐。1大匙食用油，盖好。接着来准备粉料部分，用另一个锅子倒入粘米粉320克、20克糯米粉，炉开中低火，轻轻将粉料炒热。奶奶说，这粉加热炒干后，吸水性更好，更均匀，糕皮比较容易胀发，成品会发胖好看。舅舅这才理解，以前妈妈在制作糕点时，都会将面粉放在太阳底下曝晒几个小时，原来就是这道理。水开后熄火，直接将炒热后的粉料全部倒入，这粉与水的比率很完整，大家可以放心。用双筷子先搅拌，此时水的温度很高，请小心处理，避免烫伤。因为用的是不粘锅，阻力小，拌起来相对比较轻松。一直拌至这样无干粉状态，盖上锅盖，再焖个5至10分钟。这时候再将降温后的内馅食材豆干、鸡蛋加入一起拌匀。这蒜板内馅就完成了。这是静置10分钟后的粉皮面团，这时候还有一定的热度，只要在手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，就必须趁热开始和面了。取一碗室温水，首先沾点水，再开始将面团搓匀，感觉手热了就沾水，这水除了可以降温外，也可以防粘。粉料经过炒热环节，水的确吸收的非常均匀，面团搓起来手感很柔软绵密，完全没有干粉粒，真的有点神奇。粉团必须足够搓揉，才会足够柔软且延展性高。
就像大家在视频中见到这个状态。在蒸格内垫上一片蕉叶，然后再涂上一层薄油。没有这香蕉叶的朋友就直接抹油就好，没有问题的。就成品少了点蕉叶香气。备好一点手粉、粘米粉或木薯粉都可以。这和匀后的面团还是很粘手的。面团揪出小剂，每小剂38至40克左右，揉匀后稍微按扁，顺着糕皮边缘捏薄，一手握着糕皮转动，另一手轻捏，感觉粘手就抓点干粉，捏出一个厚度均匀的小碗状。在碗中勺入适量内馅，对初学者内馅不要多，比较容易掌握。将糕皮一左一右交叠，一个生坯就完成了。接着再揪出另一个小面剂，如果感觉小面剂有点干，只要手沾点水揉一揉匀就没问题了。所以比较建议大家，未处理的面团最好先用张湿巾盖好，这样就能避免面团受风后变干。先从边缘捏起，大家看看，这像不像个帽子的样子？只要顺着中心拱起来，这里一直顺着往内按，边缘会自行往上翘，一个小碗就会自动成型。感觉不会太难。是的，只要方法对了，一切都能驾轻就熟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如果一切可以掌握后，就可以开始勺入较多的内馅，又完成了一个。对了，这完成后的生坯最好盖起来，避免受风后糕皮皲裂。此食谱完成后共24个。水预先煮开，放上蒸格，盖好，中火蒸15分钟。等待中，舅舅给自己做个辣椒蘸酱，自制的辣椒糊，加一点白糖，适量的葱油酥与炸葱油。喜欢带点酸口味的朋友可以加点白醋，或挤入一点小橘子汁也可以。拌匀，美味的辣椒蘸酱就完成了。时间到，熄火。在蒸熟的菜板表面抹上一层薄薄炸葱油，这样糕体才不会变硬，叠在一起时也不会粘在一起。舅舅今天用的是泰国双晶前排水磨粘米粉，效果不错，成品洁白软嫩，成品降温后特别美味，加一点辣椒蘸酱，更是锦上添花，好吃极了。是的，找个机会大家一定要做来试试，这是要给奶奶的，麻烦嘟嘟走一趟。没问题。传统客家河婆菜板，糕皮儿方面，舅舅个人很满意，内馅可以依个人口味做些小调整，保留传统与改变两难，您认同吗？